朋友们，欢迎来到江风奥妙。2026年的春天，大家只要打开电视或者刷刷手机，看到的新闻几乎全是一样的，中东又打起来了。川普在2月28日下令轰炸了德黑兰，为的就是逼迫伊朗交出那440公斤、纯度高达60%的高浓缩铀。这440公斤是什么概念？只要稍微再提纯一点点，这就是足足能造出10颗核子弹的致命原料。虽然4月7日双方达成了临时停火，川普也对外放话说伊朗同意交出核材料了，但伊朗那边的高层至今都在装死，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现在整个华盛顿都在一个无比头疼的问题上反复拉扯，如果伊朗就是死赖着不交，我们到底要不要派几千名美国大兵直接杀进伊朗腹地，硬生生地把那些藏在地底下的核武原料给抢出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英国电讯报突然发布了一篇极为重磅的独家专访。接受采访的是一位已经70多岁的美国老头，他叫安迪·韦伯，他曾经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最高核安全总管。韦伯透露，就在30多年前，伊朗人其实只差了半步，仅仅是因为一张薄薄的文件纸，他们就差点买走了足够摧毁20个100万人口大城市的核燃料。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这段比电影还要荒诞、比小说还要悬疑的历史奇案——蓝宝石行动。看完之后，你一定会和我有一样的感慨：冥冥之中，天意这只看不见的大手，真的是在无数次险象环生中，把人类从万劫不复的深渊边缘给硬生生拽了回来。要把这个故事讲透，我们得把时间回到1991年的那个冬天。那一年，庞大的超级帝国苏联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这座钢铁巨兽倒下的时候，给全世界留下了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烂摊子。你想想看，苏联在冷战时期为了和美国争霸，造了多少丧心病狂的武器。现在国家没了，解体成了15个独立的国家。那些足以把地球炸翻几十遍的核武器、核材料，就这么散落在各地的废墟里。首当其冲的就是哈萨克斯坦，这个原本在中亚默默放羊挖矿的加盟共和国，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继承了世界第4大的核武库。这听起来好像很威风，但对于当时的哈萨克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随时会爆炸的催命符。国家刚刚独立，经济彻底崩溃，老百姓连面包都买不起，政府官员好几个月发不出工资，街头上甚至有人在黑市里论斤卖苏联红军的防毒面具和坦克履带。在这种连饭都吃不饱的绝望环境下，你指望他们能花天价去维护那些精密且致命的核武器？更可怕的是，哈萨克人对核武器是有着血海深仇的。苏联时代有一个名叫塞米巴拉金斯克的核试验场，就在哈萨克境内。整整40年的时间里，苏联人在那里引爆了450多次核弹，半个东哈萨克地区的土地被严重污染，无数老百姓罹患癌症，生下畸形儿。当地人甚至发明了一个词叫核神经症，来形容这种无处不在的绝望。对哈萨克人来说，这些核武库不是什么国家荣耀，而是彻头彻尾的恶魔。时间来到1993年，我们的主角出场了。安迪·韦伯当时还只是一个33岁的毛头小子，被派到美国驻哈萨克首府阿拉木图的大使馆担任政军事务官员。在那种兵荒马乱的年代，韦伯的日常就像是个在西部荒野求生的牛仔。他住在深山里的一座小木屋里，厨房里放着一个50升的大铁罐，里面装满了当地人给他的蜂蜜，这就是他度过漫长寒冬的热量来源。有一天，韦伯那辆破旧的汽车又抛锚了。在那个天寒地冻的地方，汽车抛锚是家常便饭。他把车拖到了当地一个叫斯拉瓦的汽车修理工那里。斯拉瓦是个典型的哈萨克底层工人，双手沾满了洗不掉的黑色机油，嘴里永远叼着一根劣质香烟，眼神里透着那种在乱世中讨生活的精明与麻木。就在斯拉瓦拿着扳手钻在车底下一边拧螺丝的时候，他突然从车底下探出头，吐了口烟圈，漫不经心地对韦伯说了一句：“嘿，老美，你想不想买点铀？”朋友们，如果你是韦伯，
听到这句话，你会是什么反应？你肯定会觉得这家伙是不是伏特加喝多了，脑子进水了吧？在那个年代的哈萨克黑市，有骗子卖假古董的，卖假名表的，甚至还有宣称能搞到外星人飞碟碎片的。但谁见过一个修车工在修汽车引擎的时候顺嘴推销核弹原料的？但韦伯没有笑，为什么？因为他是个懂核安全的专业人士，他太清楚苏联解体后的混乱程度了。在这个疯狂的地方，最不可思议的谎言往往就是最致命的真相。韦伯盯着斯拉瓦沾满油污的脸，点了点头说：好啊，带我去见见卖家。这一点头，命运的齿轮开始了疯狂的转动。斯拉瓦没有吹牛，他真的给韦伯牵了一根线。几经周折，韦伯被介绍给了一个大人物——乌尔巴冶金厂的厂长维塔利·梅特。这个梅特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工厂厂长，他曾经是前苏联海军的核潜艇军官，服役于令美国海军闻风丧胆的阿尔法级快速攻击核潜艇。稍微懂点军事的朋友可能知道，阿尔法级潜艇简直就是冷战时期的海洋怪物。它用昂贵的钛合金做外壳，用液态金属冷却反应堆，速度快得能在水下飙车。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以自杀式的速度冲向美国航空母舰发射鱼雷。而乌尔巴冶金厂里藏着的那些高浓缩铀，原本就是要用来给这种超级潜艇做燃料的。两个阵营曾经的死敌就这样在哈萨克的冰天雪地里见面了。梅特是一个有着强烈民族自尊心的老兵，他不可能一上来就把苏联最后的核心机密双手奉上。他们之间的信任是靠着男人的浪漫、酒精和鲜血建立起来的。梅特邀请韦伯去了阿尔泰山深处打猎，那是一个靠近俄罗斯、中国和蒙古交界的无人区。在齐膝深的雪地里，他们一起开枪打下了一头巨大的驼鹿。晚上，两个人光着膀子坐在摄氏80度的俄式桑拿房里，把水浇在烧得通红的石头上，任凭蒸汽把皮肤烫得发红。他们嚼着咸腥的熏猪肉，举起大杯的伏特加，一杯接一杯地灌进喉咙。在酒精的催化下，梅特看着眼前的这个美国年轻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爱他的国家，但他也清楚，现在这个千疮百孔的哈萨克根本守不住那些足以毁灭世界的恶魔。与其让这些核燃料流入恐怖分子或者军阀手里，不如交给美国人。几个月后，1993年冬天第一场雪降临的时候，斯拉瓦穿着厚厚的军大衣走进了美国大使馆。他在昏暗的走廊里找到韦伯，左右看了一下没人，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皱巴巴的小纸条，塞进韦伯手里，压低声音说：厂长让我交给你的。韦伯打开那张纸条，上面没有废话，只有像密码一样的几个字。韦伯的呼吸瞬间停滞了。作为核专家，他的大脑里立刻弹出了一组恐怖的换算公式：铀235，纯度90%，这是标准的武器级高浓缩铀，600公斤。这意味着什么？当年美国扔在日本广岛的那颗原子弹小男孩里面装的铀大约是64公斤，而这张纸条上的数字足足可以造出20颗威力更大的原子弹。为了确认这不是一个玩笑，1994年初，韦伯终于被允许亲自进入乌尔巴冶金厂的那个绝密仓库。当韦伯站在仓库门口时，他眼前的景象让他这个见多识广的外交官差点当场晕厥过去。没有电影里那种红外线雷射网，没有瞳孔识别大门，也没有全副武装的特种兵。这扇关乎人类存亡的大门只是一扇破旧的木门，门上挂着一把你在古董店里都能买到的老式生锈挂锁，而守在门口的是一个穿着臃肿棉袄，腰里随便别着一把手枪的哈萨克老大妈。老大妈看了韦伯一眼，慢吞吞地拿出钥匙，咔嚓一声打开了那把破锁。门推开了，一个大约20英尺宽、30英尺长的房间出现在韦伯眼前。房间里没有任何高级防护设备，整整1032个夸脱的钢罐就那么随意地摆在铁架子上，有的甚至直接堆在地板上，每一个罐子上都落满了厚厚的灰尘。韦伯站在那里，冷汗浸透了内衣。这就是集权体制的黑色幽默。苏联倾尽举国之力，牺牲了几代人的口粮，造出了能让全人类灰飞烟灭的末日机器。
可是当这个国家走到尽头时，他们甚至连一个像样的保安都顾不起。在带大家揭开后面的惊天大案之前，我也想关心一下各位朋友的身体。平时研究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和国际局势，确实非常耗费精力。江峰能一直保持充沛的体力为大家录节目，其实也有我自己的养生小秘诀，那就是普瑞堂黑参。如果您想支持江峰的节目，同时也想为自己和家人增强体力，欢迎点击影片下方描述栏的连结，在结账时请务必输入我的专属优惠码 JF。 现在普瑞堂特别回馈观众，不仅享受全球包邮，只要单笔购买满$500就直接加送一根优质黑参，多买多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们才能一起见证更多的历史真相。好，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看看伊朗人当年是怎么和核武器擦肩而过的。从仓库出来后，韦伯立刻意识到事态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他连夜赶回大使馆，用最高密集的加密通道向华盛顿发送了一封紧急电报。他本以为这封电报会在白宫引起大地震，总统会立刻拍板派人来接管，然而现实又给他泼了一盆冰水。华盛顿的官僚机构展现出了他们惊人的拖延症。这封关乎20颗核弹下落的电报在各大部门的公文夹里履行了整整1个月，没有任何人做出实质性的决定。就在华盛顿那些政客们喝着咖啡，慢条斯理地开会讨论时，在遥远的哈萨克乌尔巴冶金厂门口出现了一个神秘的不速之客。这绝对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让人后怕、最细思极恐的一幕，没有之一。这个不速之客是一个来自伊朗的采购代表，他的名片上写着来采购冶金产品，听起来是不是人畜无害？铝合金、钛金属都叫冶金产品，但伊朗人真正盯上的就是这座工厂里那600公斤武器级浓缩铀。当时的伊朗正处于极度渴望获取核武能力的狂热时期，他们有钱有野心，缺的只是材料。而哈萨克这个千疮百孔连工资都发不出来的工厂，简直就是他们眼里的肥肉。这个伊朗官员夹着公文包走到工厂大门口，要求见厂长谈生意。这个时候，工厂门口的门卫，一个可能连早饭都没吃饱的底层保安，接过了伊朗人的文件。他翻了翻，眉头一皱，用生硬的俄语说了一句：文件不全，少了一个盖章，回去补齐了再来。就因为少了一份通关文件，这个伊朗人被硬生生地挡在了大门外。他无奈地转身离开，准备回去把文件办齐再来提货。朋友们，历史有很多重大的转折，其实根本不是因为什么伟人的雄才大略，就卡在这种微不足道的差一步上。如果那天那个伊朗官员出门前仔细检查了公文包，把那一页纸带上了，或者如果那个门卫那天心情好，看在伊朗人塞给他几张美钞的份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它放进去了，那么2026年的今天世界会是什么样的？伊朗根本不需要被川普的炸弹轰炸，也不需要在地下隧道里偷偷摸摸的提炼油。如果伊朗在90年代拥核，中东的格局将彻底翻盘，以色列绝对会疯狂报复，沙特阿拉伯、埃及一定会不顾一切地展开核军备竞赛。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这个相对和平的世界，可能在30年前就已经在一场核子风暴中化为灰烬了。当这个伊朗人回去补齐文件，第2次杀回工厂的时候，哈萨克中央政府终于得到了情报。这一下连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都坐不住了，冷汗直冒。他立刻下达死命令，无论如何绝不能让这批东西落到伊朗人手里，赶紧催美国人来拿走。哈萨克这边急得跳脚，华盛顿那边终于也从睡梦中惊醒了。韦伯的那封电报终于被摆到了白宫的高层会议桌上。当时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卡特一掌拍在桌子上，大吼一声：这事儿我来管。他立刻拨通了五角大厦负责减少威胁项目的官员史塔尔的电话，只下达了一个简单粗暴的命令：马上给我组建一支特遣队，把那批要命的东西从哈萨克弄出来。你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什么资源我都批。
就这样，一支代号为老虎队的绝密小分队迅速成立了。这支队伍一共只有31个人，他们不是拿枪的特种兵，而是来自美国国务院、能源部和国防部的顶尖核专家和工程师。1994年秋天，老虎队以人道主义救援为掩护，悄悄潜入了乌尔巴冶金厂。当美国能源部的工程师吉福特穿着防护服推开那扇挂着古董锁的木门时，他面临的是一场真正的地狱级考验。那600公斤的高浓缩铀并不是像金条一样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那里，苏联人把这600公斤武器级铀混杂在整整2000吨的各种放射性废料里，而且这批铀有7种完全不同的物理和化学形态，有的是金属碎屑，有的是氧化物粉末，还有的是包裹在剧毒金属坯里面的合金棒。这里必须科普一下，铍这种金属简直就是死神本尊。它虽然不是放射性物质，但它有剧毒。如果人在空气中吸入了极微量的铍粉尘，就会引发无法治愈的脾肺病，肺部会慢慢纤维化，患者最终会在极度痛苦的窒息中死去。老虎队每天要在这个充满致命粉尘的破仓库里连续工作12个小时，他们必须把这1000多罐物质一罐一罐地打开，进行烘烤、干燥、分离和重新打包。在一次烘烤处理的过程中，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一罐混合着铀和铍的粉末突然起火了，火光在密封的帐篷里闪烁，刺鼻的烟雾瞬间弥漫开来。这可不是普通的火灾，这是带着致命放射性和剧毒的毒火。工程师们冒着生命危险把火扑灭。为了确保没有人吸入铍粉尘，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有一名参与灭火的队员每天都必须把自己的尿液排进一个个塑料瓶子里，送上飞机运回美国进行紧急化验，就为了时刻监控他是不是已经中毒了。这就是当年那场不见硝烟的战争，没有枪林弹雨，但每一秒钟都在与死神擦肩而过。在老虎队玩命打包的同时，美国政府在外交层面遇到了一个极其魔幻又让人细思极恐的难题。要想把这几百个装满核燃料的特制防爆桶运回美国，飞机不可避免的要飞越俄罗斯的领空。你运送这么大一批能造原子弹的材料从人家头顶上飞过去，不打招呼是绝对不行的。于是美国代表硬着头皮去拜访了俄罗斯原子能部，通报了这个计划。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在场的所有美国人都惊掉了下巴。负责接待的一名俄罗斯中层官员听完美国人的计划后，眼睛咕噜噜一转，竟然搓着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哎呀，哈萨克卖给你们这批油肯定赚了不少美金吧，我们俄罗斯作为前苏联的继承者，是不是也应该从这笔交易里分一杯羹啊？你们能不能给我们一点提成？美国代表当时就愣住了。一个主权国家的核武级别的燃料转移，这可是关乎全人类生死存亡的大事。你一个政府部委的官员，居然像个菜市场的小贩一样，开口要卖核弹的抽成。但这还不是最诡异的，最让人脊背发凉的终极悬念出现在俄罗斯原子能部的官方账本上。当美国人把所有的材料打包完毕，精确称重后，确认那是整整600公斤的高浓缩铀。可是俄罗斯原子能部拿出来的苏联时期内部绝密账本上清清楚楚地写着，乌尔巴冶金厂的高浓缩铀库存只有200公斤。我们来开个脑洞，这只有2种可能。第一种，苏联当时的官僚体系已经造假，造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上面拨款让造600公斤，厂长为了黑钱，在账上只报200公斤，剩下的偷偷藏起来，准备将来去黑市卖高价。第二种可能更可怕，这多出来的400公斤根本就是苏联军方刻意隐瞒的账外核燃料，是一批真正的幽灵核弹材料，连莫斯科的最高层都不掌握它的存在。如果是这样的话，细思极恐啊！如果仅仅在哈萨克这一个破旧的冶金厂里，就凭空多出了400公斤的幽灵铀，那么在当年苏联的广袤无垠的版图上，在无数个废弃的地下防空洞和秘密军事基地里，还有多少个400公斤没有被记录在案？这些消失在历史黑洞里的恶魔后来去了哪里？
是流落到了朝鲜、叙利亚，还是现在正安静地躺在中东某个恐怖组织的地窖里？每次韦伯这些经历过当年行动的老特工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们都会选择沉默，但你从他们闪烁的眼神里能看到一种深深的疲惫和恐惧。谜团归谜团，眼下的任务是必须把这600公斤的烫手山芋运走。1994年11月18日凌晨3点，这是整个蓝宝石行动中最惊心动魄的黑冰之夜。448个抗坠毁的特制防爆筒被装上了一支由巨型半挂卡车组成的车队，从乌尔巴工厂驶向18英里外的机场。然而老天爷仿佛觉得这场戏还不够刺激，突然降下了一场罕见的冻雨，气温骤降，雨水落到路面上，瞬间结成了黑色的冰层，这条18英里的公路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溜冰场。韦伯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他当时坐在车里，看着前方那辆装着几百公斤武器级油的巨型卡车在冰面上打滑甩尾，他的心脏差点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他脑子里一直在疯狂地排练一句话：总统先生，很抱歉吵醒您，但是刚才有一辆装着20颗核弹原料的卡车打滑翻进了哈萨克的额尔齐斯河里。这句话他连想一想都觉得窒息。哈萨克的将军博日科也在现场，他吓得浑身发抖，对手下大吼：千万别踩急刹车，一旦翻车，我们所有人连同这座城市都会变成历史的灰烬。车队像蜗牛一样在黑冰上硬生生地滑行了几个小时，终于抵达了机场，但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乌斯季卡缅诺格尔斯克这个破机场根本没有除冰设备，而美国军方派来接应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军用运输机之一 C5 银河，这家伙有6层楼那么高，让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在零下10几度结满冰的跑道上起飞，这简直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玩命。美国从多佛空军基地一共派出了5架 C5 运输机，结果在途中遭遇了极端暴风雪，有4架飞机实在无法穿透气流，被迫中途折返。最后只有1架 C5 由一位胆大包天的美军机长驾驶，硬着头皮顶着暴风雪强行降落在了冰面上。最绝妙的讽刺来了，这架 C5 为了掩人耳目，对外宣称的任务是执行人道主义救援。它的机舱里真的装着整整13600多公斤的由美国田纳西州老百姓自发捐献的毛毯、衣服和奶粉，这是送给哈萨克当地孤儿院的。美国大兵们在冰天雪地里把这些带着温暖和爱心的物资卸下来，然后转头把那448桶能够毁灭全人类的恶魔装进了机舱。飞机在冰封的跑道上艰难滑行，伴随着4台巨大引擎的撕裂怒吼， C5 庞大的身躯终于挣脱了地心引力，冲入了黑暗的天空。这架飞机在空中进行了高难度的空中加油，连续不间断飞行了20个小时，直飞美国多佛空军基地，创下了 C5 运输机历史上最长距离的飞行记录。这批造出来本打算用来毁灭美国的核子燃料，最终被运到了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在那里他们被美国科学家稀释成了低浓缩铀，最终成为了美国几家核电站的燃料。当年苏联人为了毁灭世界而制造的杀器，最后变成了点亮美国千家万户温暖灯光的电能。这或许就是历史写出的最完美的救赎剧本。我们来算一笔账，在这场惊天动地的蓝宝石行动中，美国为了买下这600公斤的核燃料，直接付给哈萨克的钱是多少呢？区300万美元。随后，为了感谢哈萨克的配合，美国政府又以援助的名义拨款了2700万美元。这笔钱被用来给当地的医院购买先进的医疗设备，用来照顾那些几十年来饱受苏联核试验折磨的癌症患者和畸形儿。朋友们，总计3000万美元，在现在的美国，可能也就是比佛利山庄一套好点的别墅的价格。但30年前，美国用一套别墅的钱买走了20颗原子弹的量，并且让哈萨克斯坦成为了美国在反恐战争中的长期盟友。这绝对是人类历史上性价比最高、最伟大的一笔核交易，没有之一。
故事讲到这里，我们必须要把视角拉回现在，我们再来对比一下1994年的哈萨克和2026年的伊朗，这是一张多么让人唏嘘的同题考卷。1994年，哈萨克的第一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面对着这个能造核弹的宝藏，他做了一个极其睿智的决定。他说，我们不要这东西。他主动关闭了那个害人不浅的核试验场，把武器交了出去。结果呢，30年过去了，哈萨克斯坦变成了什么样子？他们成为了中亚地区政局最稳定、经济最繁荣的国家之一。他们没有被联合国制裁，没有被任何大国视为眼中钉，没有经历战火和轰炸。哈萨克凭借着这一次的放手，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美、俄、中乃至欧盟所有国家的尊重。他把死神送走了，换来了哈萨克的和平、尊严与体面。反观2026年的伊朗呢，面对着几乎一模一样的考题，440公斤高浓缩铀，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选择了截然相反的答案，死死攥在手里，绝不放手。他们把这些铀藏在伊斯法罕大山深处的地下隧道里，像守护着传家宝一样守着他们。结果呢，他们换来了什么？换来的是国家经济在制裁下彻底崩溃，老百姓民不聊生。换来的是毫不留情的炸弹，是每天都要防备以色列摩萨德特工的暗杀和斩首，是整个国家随时可能在战火中化为灰烬的极度恐惧。同一个世界，同一种能够毁灭一切的力量，面对同样的诱惑，一个选择了放下，一个选择了紧握。30年后，两个国家的命运犹如云泥之别，结果一目了然。这就是蓝宝石行动最深层的启示。好了，今天的故事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不知道各位听完这个故事，对当年俄罗斯账本上凭空消失的400公斤幽灵核弹有什么看法？你觉得他们现在到底藏在哪个角落里？伊朗能从中获得什么启示？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下你的猜想。请千万别忘了点下订阅按钮，打开小铃铛，给这支影片按个赞，并把它转发给你的朋友。我是江峰，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